啧啧，表姨妈家条件不错呀，居然住在这样豪华的地段。看着眼前一栋栋独立的豪华别墅，打扮猥琐的陈飞心情满是激动。这会儿的他，一件陈年破洞的翻皮夹克，下身是一条布满泥痕的亚麻裤，而那双泛黄的军靴连鞋底都磨穿了，好在一般人也不会瞅着鞋底看。虽然是傍上了富亲戚，但他也没觉得高兴，反而有些担心，就这么找上门，万一表姨妈不肯认我这穷亲戚怎么办？哎，不管了，你妹的，老子今天晚上可不想再睡大马路了。陈飞摸了摸饿得咕噜噜叫的肚子，顺着地址就一路过去了。20分钟不到，他就来到了一幢幢宫殿式的花园洋房的院墙外。春江花园，没错，应该就是这里了。这地方是江宁市的富豪别墅区，在这里买别墅的人，除了有钱之外，还要有一定的影响力。别的不说，单看大门处站着的几个保安，陈飞就感觉到这里面住着的人很拽。因为那几个保安的气质明显不同，膀大腰粗，虎口有后茧，显然是军人出身，而且绝对不会是普通的军人。陈飞别的没有，但这点眼力还是有的。在保安室填了一个表格之后，他就来到了 A 幢花园洋房。走廊上灯光在漆黑的夜里显得昏暗了许多。再三确定了地点之后，陈飞大踏步的上前按响了门铃，叮咚，叮咚，叮咚。陈飞连按了3下之后，有些紧张的在那扇雕花红木门前等着。然而等了几分钟，里面却没有任何的回应。陈飞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心里面满是遗憾。本来奔着管饭来的，可好像里面连人都没有。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房间里面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声音：“谁啊？我是陈飞。”“什么陈飞？我不认识。”女孩的声音有些颤抖，甚至还带着一丝哭腔，很不自然。这让陈飞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不应该啊，表姨妈家的人至少应该听过她的名字啊。妈蛋，就算对方真不肯认她，好歹也混点吃的啊。于是他又用力敲了敲门：“我来找我家表姨妈的，麻烦你开下门。”屋里沉默了片刻，似乎有些迟疑。不过几分钟之后，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缝，随即从门缝里面探出一个扎着马尾辫、身穿白色 T 恤、蓝白色牛仔裤的美少女。美少女的小脸白皙，眸似秋水，给人一种水香烟雨的婉约美感。只不过她的声音微微有些嘶哑，水汪汪的大眼睛隐约还能看到泪水的痕迹，似乎在压抑着什么似的。“谁是你表姨妈？你到底是什么人？”美少女就这样堵在门缝里，根本没有让陈飞进去的意思。而且她的眼神虽然清冷，顾盼之间似乎夹杂着某种令人难以预知的恐惧。陈飞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看了他一眼道：“地址明明就是这里啊，莫非这里不是春江花园 A 幢？”美少女一呆，那双如烟似雾的眸子望了陈飞一眼，眼神中透着一丝渴望，一丝希冀，似乎想对他暗示些什么，但是嘴上却急迫地道：“哦，你搞错了，你还是快走吧，别再乱敲门，否则有你好看。”这丫头明显有些话不由衷，不太对劲啊。陈飞轻轻地皱了皱眉头：“哦，对不起，可能是我找错地方了，再见。”陈飞说到这里，不由得往他的身后看了看，只见他眼神之中立即散发出来一丝的奇异的、激动的光芒。陈飞见状，并未当初挑明，淡笑着转身离去。那丫头见陈飞就这么离开，眼里满是绝望之色，但又她却不敢有丝毫异动，只能绝望地望着陈飞离去，重重地将门关上。走出前廊，陈飞的眼睛如狼一般扫视着这幢别墅。在确定了一条隐秘路线之后，就如猿猴一般，几个跃身前至别墅墙角，翻身跃上阳台。2楼的阳台与室内隔着一道钢化玻璃门，嫩黄色的花边落地窗帘将室内的一切与阳台隔绝开来。不过2楼的那道钢化玻璃门却是在里面锁上的。陈飞皱了皱眉头，转手看了看阳台周围，取出随身携带的一个别针，
小心翼翼地拔动着锁珠。短短不过几秒钟的时间，只听见哒的一声轻响，钢化玻璃门锁被打开。陈飞轻轻拉开玻璃门，闪身进去。就在这个时候，他隐约听到了一丝细微的声音。他不再犹豫，闪身进入了客厅，眼睛迅速地扫射一下周围的情况。当他看到客厅中的一幕后，一颗心猛然揪紧。只见不远处一张粉红色的意大利真皮沙发上，蜷缩着刚才给陈飞开门的美少女。此刻她双手双脚都被绳索捆住，在她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光头佬正负手而立，脸色冷峻。正前方不到3米外的一个房间内，房门洞开，一个穿着名牌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油亮的年轻人正一脸邪笑地朝那美女走去。陈飞的目光向他面前的床前扫去，眼前顿时一亮。只见床上正躺着一个毫无意识的女人。见那年轻人向女人走去，被捆住的美少女怒斥道：“王鹏，你敢动欧阳姐姐一下，姑奶奶发誓让你们王家家破人亡！”房内的年轻人讥笑道：“切，你省省吧，老子确实是不敢动你，但是欧阳晴，老子今天吃定了！我就不信，等欧阳家的人知道了，他们敢把事情闹大，大不了老子把她娶回家供起来。”陈飞皱起了眉头，虽然他不确定这两个美女与他表姨妈有什么关系，但两人在表姨妈的房间内非亲即友。不管怎样，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两个美女身处危险之中而不作为。陈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到背对着他的光头佬身边，一个左勾拳重重地击打在了他的下巴之上，咔嚓！光头男下巴受到重击，发出一声沉闷却清晰的骨肉交错的声音，随即重重倒地。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王鹏愣了一下，他慌忙向口袋里摸去。可是等他摸出手枪指向陈飞的时候，陈飞已经冲到他面前，双手擒拿技施展，将他握着手枪的胳膊直接给卸了下来。王鹏发出一声惨叫，左手想要还击，只不过他的攻击力根本就不够。陈飞随手这么一拔，便将他给拔倒在地，脑袋撞在地上昏迷了过去。陈飞抬头看了床上的美女一眼，对方仍然在昏迷，就像是睡美人一样迷人。陈飞不禁看得失神。混蛋，还不快来帮我解开绳索！一声娇斥打断了陈飞的歪心思。他这才想起来外面沙发上还绑着一个呢，于是他转身回到客厅，快速解开那美少女身上。不料美少女脱困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啪的甩了他一个耳光，他口中愤愤地道：“你刚才看得很过瘾吗？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陈飞大怒，这丫头实在太不知好歹了，怎么说自己也算是他的救命恩人，居然恩将仇报。他仔细想了想，念在这丫头骤然精力大变，情绪失控也是正常，实在没必要因为这种小事跟女人计较。美少女冲进房间，对床上的美女喊道：“欧阳姐姐，你没事吧？醒醒！”可惜那美女神志全无，很快就让美少女急得跺脚不已。陈飞摇了摇头，对那丫头道：“你自己打电话报警吧，我先走了。”看到陈飞才不要走，美少女慌了，喊道：“等一下，你不能走！”她冲出来，伸手去抓陈飞，陈飞闪身避过，疾步往门外走去。混蛋！美少女气急，猛地一个跨步追上去，猛拉陈飞的胳膊，野蛮地道：“你暂时还不能走，得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救欧阳姐姐？”救她？陈飞疑惑了，那个女人只是暂时昏迷，等着她醒来就是，有必要让自己留下来救她吗？此时那个美少女已经快步走到了床边，用薄毯给床上的女人盖上。陈飞也跟着跑到床边，嘿嘿一笑，说道：“姑娘，我能做什么？”“我不叫姑娘，叫柳杏儿。”美少女没好气的回了一句，一脸的愁容的喃喃道：“王鹏那王八蛋说给欧阳姐姐
吃的这要是雪寡妇，对，就是雪寡妇，这可怎么办才好呢？听到血寡妇这3个字，陈飞却是心头一凛，那王八蛋竟然给这女人吃了药，还是这么凶残的药。陈飞知道血寡妇这种东西，服下了这种药的人，如果不能够在2个小时内把毒素排出，中毒者的神经系统就会被侵蚀，就会变成任人摆布的活死人。不过这种药配置起来非常麻烦，需要许多珍稀的药材，没想到床上的美女竟然被人喂服了这种药。看着欧阳晴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柳絮儿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火气上来，只能冲着陈飞一阵大吼：喂，你发什么呆啊？想想办法呀！长那么大的个子，吃那么多，有什么用？快给我想想办法呀！陈飞这回可真是躺着也中枪了，无奈的苦笑道：血寡妇这种药我听说过，服用的人如果2小时之内不把毒素排出，之后可能会成为活死人，跟一只布偶没什么区别，只能任人摆布了。柳絮儿一听他的话，与王鹏那混蛋说出来的话是一样的，不由欣喜若狂，玉手抓住陈飞那破旧的 T 恤，急切的吼道：你知道这样，那么你一定能够解了，你快点帮帮欧阳姐姐。说着，柳絮儿就将陈飞硬往床边上拉。陈飞无奈地摊了摊手道：你拉我也没有用，我又不会解毒啊，真的没办法了吗？柳絮儿听到陈飞的话，手一颤，全身的力气像是突然间被抽干了一般，瘫落在床上。陈飞心里顿时不是滋味，却也无法安慰他。柳絮儿一脸呆滞，片刻后，眼睛里面突然掠过一丝狂暴的光芒，站起来冲到昏过去的王鹏身边，就是一阵的拳打脚踢。混蛋，都是你，都是你！剧烈的疼痛让昏过去的王鹏清醒了过来。王鹏痛得刚要破口大骂，接着又被柳絮儿的玉足一脚踢在了后脑袋勺上面，眼睛一翻，又昏了过去了。陈飞看着床上那个脸上已经充血的欧阳晴，知道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连忙拉住柳絮儿，沉声说道：你还是赶紧想办法吧，时间可不多了。柳絮儿脑袋里面一片的空白，虽然平时他古灵精怪的，什么样的点子都能够想出来，可是现在的他却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陈飞叹了口气说道：我知道一种方法，不知道行不行，姑且试一试吧。什么办法？柳絮儿眼前一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一下子瞪得圆溜溜的，一脸期待地看着陈飞。陈飞说道：推拿。你会推拿？柳絮儿一脸疑惑地看着衣衫破烂的陈飞，这个好像从工地跑出来的民工，怎么也不像会推拿的人。陈飞一耸肩说道：信不信由你。那你先试试。柳絮儿已经有点病急乱投医，顾不上这么多了。陈飞蹲下身子，将欧阳晴上身的衣服掀起一部分，然后深吸一口气，一双手轻轻地按到柳絮儿的小腹，开始在她的小腹上轻揉起来，通过特殊的方法，慢慢将那药物通过推拿、吸纳排挤出来。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欧阳晴肌肤上的血红之色渐渐褪去，显然血寡妇的药效已经去除了，而陈飞也累得满头大汗。这时候，柳絮儿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他到旁边接了个电话后，回来瞪了陈飞一眼，说道：你现在可以离开了。啊？陈飞惊讶地望着柳絮儿，这女人变脸也太快了点吧。不管怎么说，自己也算是救了她一命。这大夜里的，在明知道自己没地方去的情况下，还让自己离开，这他娘的比过河拆桥还要过分。柳絮儿一脸霸道地说道：啊，什么呀？你不想被抓走，就赶紧离开。你有没有搞错？这里是我表姨妈家。陈飞几乎是在吼道：表你个头！欧阳姐姐怎么会有你这种亲戚？就算他真的是你的亲戚，等一下他醒来之后，你要怎么和他解释？你觉得以后他会有一种怎样的态度面对你？这倒也是。陈飞一阵无语，真要是被欧阳晴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越是亲戚，
只怕日后见面会越尴尬。那还不快走，不然等一下警察来了，连你一起抓。柳絮儿白了他一眼，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这是我的手机号，如果在江宁市遇到什么麻烦，可以给我打电话。说着，柳絮儿就递过来一张纸条，不过陈飞却是冷哼一声，直接从床上跳下来离开了。虽然他现在很落魄，但还不至于接受柳絮儿的可怜。男人嘛，就得有一身傲骨。陈飞走得很坚决，他也很生气，决然而去。刚开始，柳絮儿还因为陈飞的决然离开，心里有些歉然。他知道陈飞今天晚上没有地方住，可是他不能够让陈飞留在这里，因为今天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外传的。王鹏这家伙是一个集团老总的纨绔儿子，一直追求着欧阳晴。只不过欧阳晴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训斥了他一顿，让他丢了脸。所以这混蛋才偷偷的潜到欧阳晴家里面来，准备报复。没想到柳絮儿也在这里，于是王鹏就让保镖出手，将柳絮儿绑了起来，随后给昏迷的欧阳晴灌了血寡妇。如今虽然由于陈飞的介入，欧阳晴就遇害了，无论是欧阳晴的族人还是王家的人，都会先将一切可能传出这事情，而且还没有后台的人解决掉。因此为了保住陈飞的性命，他必须要尽快离开这里。陈飞郁闷地离开了春江花园小区，口袋里不足5块钱。街边的路灯散发着一股昏沉沉的光芒，就像是阴天的太阳一样，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散发着一种热闹的气息。广场上的大妈们正在那里欢快地扭动着自己的腰肢，音乐声占领了整个天空。看大妈们跳了一会儿舞之后，陈飞忽然发现自己居然无处可去了。晚上可以吃2个烧饼，今天是饿不死了。陈飞嘀咕着，不知道今天天桥下人多不多。陈飞越想越觉得心酸，好不容易回到故乡，却沦落到这个地步。陈飞有点郁闷，夏天虽然不担心冷着，可是蚊子却是让人难以忍受。而天桥下面好歹还有一个临时搭建的纸板房，买盘蚊香会好过一些，可是他口袋里的钱连一盘蚊香都买不起了。眼见天快要黑了，他只得返回距离表姨妈家不远处的那一个天桥下，准备在这里先凑合着过一夜。这时候距离他不远处的一条岔道上，一辆斯柯达号锐停在路边，但是没有熄火，车上一位女子正在接电话，时不时瞟陈飞一眼，似乎在确认着什么。陈飞好奇地看了那个女人一眼，不得不说，这女人真的是一等一的大美女。棕黄色的秀发呈波浪形，随意披在肩头，一双魅惑的眼睛仿佛会放电一般。不过也没多想，这样的女人注定和他没有多少交集。陈飞双手插在口袋，继续往前走。汽车缓缓地开过来，靠近陈飞身边的时候，车子停了下来。那位气质优雅的美女对陈飞忽然喊道：“帅哥，能帮我看看车吗？好像出了问题。”陈飞先是愣了一下，倒不是因为他不会修车，作为一名专业的雇佣兵，别说这种普通车，就算是坦克都能拆散了再装起来。只是他奇怪，这大街上这么多人，要帅的有帅的，要斯文的有斯文的，要彪悍的有彪悍的，为什么这个美女会让他帮忙？帅哥，要是能修的话就帮个忙，我给你钱。刘玉芝有些急迫地道，如果不能修，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车推到前面的修车厂去？陈飞一听给钱，心道正好，正为住宿的钱发愁呢。他慢悠悠地走过去，打开了车前盖，东摸摸西摸摸，很快就发现是引擎的传感器松了，3下5除2，轻松利索地处理好。好了，刘玉芝试着发动了一下引擎，果然恢复了正常。他不禁有些讶异，怎么也可没想到陈飞能这么轻松就修好了他的车，忍不住问道：“帅哥，你挺厉害的呀？”陈飞翻了个白眼道：“厉害有什么用？还是不是连份工作都没有，只能流落街头。”刘玉芝趁势道：“没工作呀？这样吧，为了感谢你帮我修好了车，
你到我公司来上班吧。啊？到你的公司上班？陈飞不禁觉得十分诧异，这简直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啊！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不管是谁，大街上突然冒出个人来，让你去他公司上班，这怎么看都不太正常。不过，就算不正常，他也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毕竟现在的情况确实有点困难嘛。就在陈飞胡思乱想的时候，刘玉芝又开口了：“我是远山国际集团的董事长刘玉芝，这是我的名片，我看你人还不错，所以想给你一个机会。”而这个时候，陈飞还在纠结着，没有反应过来。刘玉芝眉头一皱，问道：“怎么？你不愿意？”“不，我当然愿意。”陈飞连忙答应，管他有什么企图，现在3顿饭管够，能睡饱就知足了。而且这一次回到江宁市，投靠亲戚是其次，最主要是为了寻找那个追寻了10几年，让全世界顶级人物都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会儿恐怕不少黑暗世界的高手都已经来到江宁市了吧？如果能以找一份普通的工作掩饰，倒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叫陈飞，很感谢你能信任我，可是我刚从外地回来，身份证也被偷了。没关系，我跟人事部打个招呼就行。不过岗位可能不怎么合你的心意，刚入公司，目前只能做文员，1个月包吃住2000块，行吗？文员？陈飞越发觉得古怪起来，行是行，但是我又没什么文化，只怕做不了。刘玉芝惊讶不已，心道你这家伙倒是够诚实，把实话全说出来了。没身份证，没文化，换个一般的单位还真不敢收你。不过既然是柳絮儿那丫头让我收你，只能算你运气好了。刘玉芝微微摇头，说道：“你以为我是请你做高管吗？要什么文化？所谓文员已经是一种客气的说法了，说白了就是让你去端茶倒水，送送文件，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哦，那还好，我愿意接受这份工作。陈飞并没有揭穿对方的意图，反正他确实也没什么工作经验，就当是从底层开始学习了。他这种语气倒是让刘玉芝没有料到，本来他还以为陈飞会觉得打杂文员这种活是对他的侮辱而拒绝了，没想到他竟然轻描淡写的答应了。那你明天早上去远山国际的人事部报道吧。这让刘玉芝越发觉得看不透陈飞了。陈飞点点头，装作有些为难道：“可是我今天晚上没地方住，身上又没钱，也没有身份证。”刘玉芝听得郁闷不已，心道柳絮儿这丫头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不过她既然已经答应了帮忙，只好送佛送到西了。这一夜，陈飞是在刘玉芝家的车库里过的。车库比起睡大街已经强了10倍，何况这车库可不是一般人的车库，里面停着的豪车不下10几辆，路虎、兰博基尼、奔驰各种牌子都有，整个车库面积差不多有200多平，所以他很安逸的在车库里住下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刘玉芝穿着一套黑色的女性职业套装，戴着一副粉色的无框眼镜，整个人显得气质高雅，与昨天的高贵冷艳又有所不同。尽管车库里面有各种豪车，但刘玉芝却依然只开那辆黑色的大众斯柯达。陈飞说：“刘总，这么多豪车你不开，为什么只开这辆？”刘玉芝看了他一眼道：“那些车是给保镖开的，我不喜欢。”陈飞傻眼了：“尼玛，你还有保镖？而且你自己开大众斯柯达，却让那些保镖开着黑色的奔驰 S600，这是要闹哪样啊？”陈飞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办法理解。好了，我要出去办点事，你记得去公司人事部报到。看着刘玉芝开着车扬长而去，陈飞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看来是没有跟刘玉芝继续同车的命，当然他更加没有坐进奔驰 S600的命了。离开了刘玉芝家的别墅之后，他一路小跑，从半山别墅区跑到下面的凌云广场，然后打听清楚怎么去远山国际集团，然后陈飞仗着身强力壮，
沿着32路公交线路一口气跑到远山广场上的远山大厦前。一马路附近堪称是江宁市最繁华的地带了，一幢幢的高级写字楼鳞次栉比，到处可见的5星级的酒店、酒楼、购物中心以及大型的公园与文化广场，一直延伸至达沿路。远山厦高205米，站在天台望去，整个江宁市的景色尽收眼底。作为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宁市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奔流而过的长江与蜿蜒尾蛇的群山将江宁市包裹其中，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陈飞喃喃的道，这种结合现代都市和山野气势的城市很符合他的审美。陈飞坐着电梯直到位于32层的远山国际集团办公区域，来到远山国际集团公司门前。这时陈飞发现大厅之中已经密密麻麻的站了几十号人，男女都有，每个人都穿着正统的职业装。陈飞换了一身还算不错的衣服，上身是黄 T 恤，下身穿的是带卡通图案大短裤，脚上穿的是双满皮鞋，不过鞋沿子上全是泥污。看看那些人，又看看自己，陈飞突然间感觉脸有些发烫。而那些人看到陈飞这个样子，一个个脸上露出了厌恶的表情。有个男人甚至于在陈飞经过他身边的时候，皱起眉头捂住了鼻子，厌恶至极的说道，哪里来的傻子，走路不长眼吗？看那些人的样子，应该是来应聘的。陈飞也不与他们计较，硬着头皮走过去，在一个身穿浅蓝色职业套装的前台小姐面前停了下来。那前台小姐见陈飞这样的穿戴，眼神中掠过了一丝的惊讶，不过随即职业性的笑着问道，先生，请问你是来应聘的吗？又或者是有什么事？陈飞道，是刘玉芝刘总请我过来的。刘总？前台小姐一愣，随即道，先生稍等，我打电话问一下。说完，前台小姐拿起电话，而陈飞则是转身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这是陈飞的习惯，到任何一个陌生的环境都会先将周围的环境观察一下，以备不时之需。2分钟后，前台小姐微笑着说道，先生，我们刘总说了，的确是叫一个人过来，不过你要填写简历，像那些人一样竞争上岗。啊？竞争上岗？陈飞有些不相信，再看那前台小姐，却是依然微笑站立，眼神中没有一丝的杂色。虽然不知道那刘玉芝到底搞什么鬼，不过显然这前台小姐应该并没有说谎。莫非是刘玉芝是在故意耍自己？也不是不可能啊，否则今天早上就不会不顺路带自己一截，而非要让自己坐公交车过来了。真是女人心海底针，怎么都猜不透。如果先生你愿意的话，可以先填一张简历。前台小姐说着，将一张表格放在了陈飞的面前。其他人看到陈飞竟然是来应聘的，一个个不由得露出了鄙夷之色，人群中甚至有人小声议论了起来。一个不知道从哪个工地跑出来的傻愣子，也敢来这里应聘，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对啊，远山国际集团的招聘要求可是很高的，就算是一个打杂的，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真的是异想天开啊！这些人的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却逃不过陈飞的耳朵。不过他并没有在意这些人的话，拿起表格，然后微微一笑，从前台小姐那里借来一支笔，开始填写。很快，陈飞便将表格填好。前台小姐接过表格，却是大吃了一惊。只见里面的字龙飞凤舞，非常不错，这让她有些惊讶。要知道，在这个时代，基本上很少有人在意字写的怎么样了，因为用纸来写东西的时候实在是太少了。没想到这个穿的有些好笑的男人，竟然能写成一笔好字啊！他仔细地打量了陈飞一下，这一次他看得很认真，尤其是陈飞的脸，虽然身上穿的有些好笑，不过陈飞的脸却是刚毅坚韧，尤其是他的那一双眼睛，就像是深邃无边的夜空，让人一看便有些心神迷失。这人字写得好，人长得也还挺帅，就是邋遢了一点。既然刘总让他来，
肯定有过人之处吧？前台小姐对陈飞有了新的评价。我看不如这样吧。那前台小姐转动着小脑袋看了看周围，然后低声说道：“今天来应聘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先将你的简历拿进去。我尽量将这张简历放在前面，这样的话，主管就能够早点对你进行面试了。”说到后来，前台小姐那嫩白的小脸上涌上了2层红晕。陈飞微微一笑，然后感激地看了前台小姐一眼。前台小姐不敢看陈飞的眼神，连忙拿着一叠简历离开了。果然如前台小姐所言，只过了不到20分钟，前台小姐便叫陈飞进去面试了。这让那些看出其中问题所在的应聘者都很是不满。有没有搞错？明明是我们先来的，就是凭什么让他先进去？太过分了！黑幕啊！果然到处都要开后门，切，有本事你也把自己的后门送给人家开去。陈飞突然来了一句，目光如剑锋一般扫过在场的所有人。众人被他这么一说，顿时猛然一惊。就在刚刚那一刹那，他们甚至感到有些心悸。本想反驳，却发现自己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陈飞直接无视那些人的眼神，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远山国际集团的办公区域并不大，大约也有几百平方的样子，一眼就能够看到头。里面的员工稀稀落落的并不多，不过却有几个美女，一个个都穿着得体的职业套装，让人眼前一亮。前台小姐将陈飞引到了人事部办公室的门前，朝他微笑示意，然后转身离开。陈飞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然后又跺了跺脚，碎泥屑洒落在蓝色纹花的地毯之上，这让走到半途又转过身来的前台小姐眉目含笑，似怪似嗔地瞪了陈飞一眼，之后才摇着头离开。陈飞也不以为意，走到办公室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办公室里装修简单又优雅，进入其中就是一套意大利真皮沙发，对面则是一张红木办公桌。一个身穿浅灰色西装的面试官端坐在办公桌后，而在办公桌的前面则放着一张蓝色网背不锈钢办公椅，应该是给应聘者准备的。那面试的主管看到陈飞这个样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远山国际是世界级的大公司，来这里应聘的人哪一个不是将自己整理的跟件丈母娘似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文员也很注重自己的着装。可是眼前的这个面试者竟然怎么看都像是哪里来的一个乞丐。那肥肥的主管漫不经心地拿起陈飞的那份简历，虽然在心里面早就将陈飞给排除在外了，但那主管还是象征性地让陈飞坐下，提起了问题。陈先生是华人，拥有华夏的永久居留权。是的，刚刚回到国内。哦，陈先生的中文不错，不知道陈先生以前是干什么的？我一直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陈飞说的是实话，从7、8岁开始，未成为职业雇佣兵就开始训练，每天除了在丛林之中厮杀之外，别的事情还真的没有干过。那主管的脸色有些不好看，轻蔑地看了一眼陈飞。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赵先生的意思是，你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哪怕是最基本的公司文员都没有干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他的目光重新放在了陈飞的简历上。是的，不过我可以学的。陈飞有些尴尬，说实话，他根本就没有任何面试经验，对于这些人的问话，他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回答才能够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呵呵，年轻人是应该好学。那主管微笑着将陈飞的简历放下，淡淡的说道，不过我认为我们公司提供的这些职位并没有适合赵先生你的。陈飞有些郁闷，不知道那女人搞什么鬼，没有适合我的。可是你们的刘总说让我来做文员的。刘总让你来的？那主管不屑地看了陈飞一眼，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你觉得你是什么人？我们刘总会认识你？又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道，走吧，这里没有适合你的工作。陈飞却是皱着眉头问道，
我听说文员就是端茶递水、打扫卫生的，这些我一定能做好的。呵呵，端茶倒水，你可想得太天真了。那主管冷笑道：“我们远山国际是一家集房地产开发、金融投资、动漫与网络游戏设计推广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面对的客户都是国内外首屈一指的企业公司或者是个人，就算是端茶倒水，我们需要的也是精英。”陈飞心中听完就有些火了，这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如果在1个月前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只是一想到这个地方是华夏，不是他能够随便乱来的地方。大丈夫能屈能伸，没必要为这等不长眼的小人动怒。既然如此，那打扰了。陈飞站起来，转身离去。陈飞离开了办公区域，来到了大厅，看了一眼前台小姐，那前台小姐眼神中夹杂了一丝的关切与期盼。不过陈飞却是苦笑着摇了摇头，表示自己这次应聘失败了。周围那些人看到这一幕，纷纷露出了幸灾乐祸之色。看啊，没有实力，就算有关系，走后门也是徒劳。对啊，如果这种人也能进远山国际，母猪都能上树了。就他这副模样，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听着这些人的话，陈飞只是咧嘴笑了笑，嘴里吐出2个字：傻逼。他没有理会这些人，在他看来，这些人还不值得他动怒。就在陈飞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身穿剪裁得体的黑色职业套装、留着稍卷长发的女人从外面走了进来。看到陈飞那穿着，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对前台道：“韩雪，怎么什么人都进公司，为什么没有叫保安？”韩雪连忙回答：“吴部长，这位先生姓陈，是刘总叫来应聘的。”哦。吴语嫣神色中掠过了一丝的惊奇，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陈飞一眼，然后道：“罗星河将你安排在什么部门？”陈飞正要说话，韩雪连忙说道：“罗部长说他不合适这里的工作。”陈飞有些奇怪，韩雪为什么会这么说？不过韩雪给他的感觉不错，他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便点了点说道：“我没有应聘成功。”是吗？吴语嫣淡淡一笑道：“你等一下。”说着，吴语嫣拿出手机拔了一个号码道：“杨超吗？业务部是不是缺人？”“文员啊，那好，你安排一下，我这儿有个人叫陈飞。对，你到罗星河那里将他的简历拿过来，就说这人我们房地产部门要了。对，立即去办。”吴语嫣关上手机，然后对韩雪道：“韩雪，你帮这位赵先生办一下相关手续，今天就可以上班。”说完，吴语嫣朝陈飞点了点头，离开了。陈飞现在是满头的雾水，这时韩雪低声对他说道：“吴部长与罗部长不和，你又是刘总介绍来的，所以……”韩雪没有说透，不过陈飞却明白了其中的关键。这个女人与那人事部的部长罗星河不和，而自己是刘玉芝介绍过来的，这个女人要了自己，就等于打罗星河的脸，而且还间接的在刘玉芝面前给罗星河上了点眼药。这个女人心机很深，以后最好不要招惹她。这是陈飞对吴语嫣第一印象。只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罗星河在办公室透过玻璃窗将外面发生的一切看在眼中，眼中闪过2道阴霾。但是其他人却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事情还会这么发展。他们一个个削尖了脑袋想要钻进远山国际，但是却千难万险，排队排了半天都没轮到他们，现在却被一个乡巴佬得逞了，他们心里自然不平衡了。但是人家是部长点名要的，他们也不敢直接说什么，只能小声嘀咕着，这家伙肯定是小白脸，故意装成这个样子。很有可能。陈飞听到这越来越难听的话，脸色一沉，他不想与这些人计较，但不代表他会任由他们如苍蝇一样在耳边嗡嗡的叫个不停。下一刻陈飞动了，身形一闪便冲到说话的那3个人面前，一个巴掌甩出去，一声脆响，其中一人直接被陈飞拍飞了出去，狠狠地砸在墙壁上，
直接晕了。第二个人大惊失色，以后嘴巴放干净点。陈飞又是一脚踹出，将那个人也踹成了滚地葫芦，捂着肚子哀嚎不已，半天爬不起来。至于第三个人，陈飞没有动手，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冷哼一声滚，顿时将他吓了个半死，连连后退3步，满脸煞白，胯下已经湿了一大片，紧接着传来一阵尿骚味。众人顿时被吓得目瞪口呆，刚刚陈飞身上爆发出来的恐怖气势让他们心有余悸，就仿佛面对着一尊魔王。他们也无法想象，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年轻人怎么这么恐怖，简直不可思议。这一刻，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连屁都不敢再放一个，看向陈飞的目光也变得躲闪了起来。陈飞寒声说：“你们谁还有意见？”众人惊恐万分的回答，一个个不断后退，生怕这猛男一个不高兴将他们暴打一顿。记住，没有实力就夹着尾巴做人。陈飞说了一句，便不再理会这些人，转过身来看着同样目瞪口呆的韩雪，微微一笑，说道：“好了，没事了，我们走吧。”过了半晌，韩雪才反应过来，下意识地问道：“你之前是做什么的？”陈飞神秘一笑，说道：“我是一个杀人狂魔。”韩雪一愣，但随即摇了摇头，说道：“瞎说。”陈飞无奈地摇了摇头，老乡说的真对，在华夏说真话也没人信。在韩雪的带领下，办好了相关的手续，陈飞就领了2套制服。远山国际的服装分为管理层与普通员工2种，普通员工统一的是男人是黑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领带，女人是天蓝色的小西装，白色的花领衬衫，而管理层则可以随便穿。看到从更衣室出来的陈飞，韩雪不由得脸前一亮，由衷地道：“你这样穿很好看。”我吗？陈飞扭着身子打量了一下自己，然后笑着说道：“我没觉得怎么样啊。”那是你自己这样想，别人是不会这样想的。韩雪那张嫩脸红红的，像是水蜜桃，让陈飞不由得看呆了。说实话，韩雪没有办法与欧阳晴、柳絮儿比，甚至于连刚刚那个吴语嫣都比她漂亮。可是，在陈飞的眼中，韩雪要比他们耐看多了。这与陈飞的心态有关，陈飞一直想要过一种平静的生活，而韩雪则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性格不强势，没有什么特点，放在女孩子中绝对不是最出彩的那些。可是，在陈飞的眼中，韩雪没有什么特点，就是她最大的特点。韩雪见陈飞不说话，抬眸看去，却见陈飞微笑看着自己，心头一羞，转过脸去诺诺地说道：“你既然住宿舍，就要多买些生活用品，你下班后去买，我知道有家超市在打折。”陈飞爽快地答应，他现在身上还有100多块，正好买些牙膏、牙刷、洗脸毛巾之类的东西。远山国际的宿舍相当不错，4人间带洗手间、空调，还有厨房热水器。因为跟陈飞同住的另3个在市区都有房，绝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宿舍，只是偶尔加班才会过来。可以说，这宿舍几乎就是陈飞一个人住的。你应该去房地产部报到了，韩雪说道。陈飞点了点头，跟着韩雪前往房地产部。房地产部位于33层，从32层至35层都是远山国际的办公区域。来到房产部门外，韩雪有些娇羞地说道：“下班的时候我在前台那里等你。”陈飞点了点头。韩雪离开之后，陈飞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玻璃门。房产部办公区域占了整整1层楼，分为业务部、会计部等部门。陈飞是业务部的，所以直接走到来务部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你是陈飞吧？我是孙向东，我先带你熟悉一下你每天的工作。陈飞的手续刚刚办完，一个长得有些小白脸气质的男人走过来，微笑着说道：“哦，谢谢啊。”陈飞连忙称谢。
不用客气，你呢每天也没有具体的工作，都是些跑腿的活，比如说需要复印一份文件啦，冲咖啡泡茶啦，清理一些垃圾之类的。听孙向东这么一解释，陈飞知道所谓的文员也就是打杂的，总之是这些员工们要干又不能抽时间干的零碎活都由他来干。不过陈飞的追求也不高，打杂就打杂吧，反正与刘玉芝的约定也是打杂的，而且这里还包吃包住，住的不错，吃的嘛，陈飞领制服的时候就领到了一张饭卡，凭那张饭卡可以在16楼的餐厅去吃饭。这对于衣食暂无着落的陈飞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差事。陈飞的上班生涯正式开始了，开始的时候他还以为做文员应该很轻松的，可是真的做了才知道，原来做文员并不轻松，不只是不轻松，而且非常累人。一会这个要咖啡，一会那个要复印文件，再一会又是要去领一些办公用品。总之各种各样的杂事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悄然出现在你的脑袋周围，嗡嗡的叫唤。折腾了一上午，陈飞顿时感觉到文员真的是不好干了。为了能够干下午的活，陈飞中午吃饭的时候还特意多吃了4碗米饭，以免像上午一样还没有到饭点肚子就饿得咕咕叫。午休过后，陈飞又开始忙碌了。不过忙了有半个小时之后，陈飞便感觉有些不对劲了，这些人明显是在玩自己。比如那边的那个叫王晶晶的女人，她喝咖啡几乎是10分钟一杯，这一会就要了3杯了。如果这3杯直接下她的肚子里的话，陈飞也只能感叹这个女人真能喝。可是第1杯陈飞没有发现，不好说什么，第2杯他明显没有喝，直接倒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面，第3杯只是抿了一小口又倒进去了。陈飞刚想要质问那女人，那女人却是恶人先告状，直接说陈飞泡的咖啡里面有异味，根本就不能喝，还质问陈飞会不会泡咖啡。陈飞真的很想将这女人的脑袋摁到垃圾桶里面，让她将里面的咖啡喝完，再说是不是有异味。不只是这个叫王晶晶的女人，其他的员工也或多或少的有故意指使她干活的意思。这让陈飞感觉到很奇怪，自己第1天上班没得罪什么人啊，怎么这些家伙都好像与自己有过节似的。面对王晶晶的无理取闹，在没有弄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之前，陈飞也只好收起了收拾这个女人的念头。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人都针对陈飞，针对陈飞的也就只有那几个而已。就像孙向东就没有任何针对陈飞的举动，非但如此，有些人的无理要求孙向东都替陈飞挡了，这让陈飞心里的不平要少许多。在忙碌与郁闷中过了一下午，终于到下班的时间，陈飞长出了口气。所有人都开始收拾东西走了，但是陈飞还不能走，他需要在所有人都走之后，将那些垃圾楼里面的垃圾清理出去。正在陈飞将垃圾往黑色垃圾袋里倒的时候，孙向东微笑着朝陈飞走了过来。陈飞，还忙着呢？陈飞笑着回道：是啊，你还没下班啊？有一些文件要处理。说到这里，孙向东道：对了陈飞，我这有一份文件，会计部要，你看我现在有事还走不开，你能不能帮我送到会计部？这孙向东怎么的也帮自己说过话，他都这么提出来了，陈飞也不好驳他的面子，接过文件道：那好，只不过我并不知道会计部在哪里。哦，你出走廊往左拐，一直走，会计部的牌子挂在门上的。孙向东笑着说道。陈飞点了点头，将手中的黑色垃圾袋放在一旁，拿着文件走出了业务部。按照孙向东所说的，出门左拐，陈飞很快便看到了一个门上面写着会计部的房间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却没有回应。陈飞也没有多想，一拧门把手，一边推门走进去，一边说道：对不起，我是业务部的，送一份。陈飞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了一声惊叫，接着陈飞猛地转过身去，因为里面一个女人正在换衣服。在转过身的那瞬间，
陈飞也看清了女人的长相，正是让他觉得不能轻易得罪的母老虎吴语嫣。不好意思，走错了。陈飞说了一句，便准备离开。就在这时，门再次被猛地推开，王晶晶冲了进来。她看着眼前这一幕，不由得惊叫道：“你个混蛋，竟然敢进来女更衣室！大家快来啊！”随着王晶晶这一声惊叫，门外接着又有另外2个女人也冲了进来，同时发出尖叫声：“变态啊！打变态啊！”他们一边小叫着，一边拿起拖把之类的东西往陈飞的身上招呼。虽然陈飞知道自己理亏，可是却也不愿意被王晶晶这个女人打。他一个错身过去划过去，随即2个手刀将王晶晶与另一个女人手里的拖把给打掉到地上。王晶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陈飞竟然敢打人，痛叫一声，惊怕地缩到了吴语嫣的身后。此时的吴语嫣一脸的严肃，眼睛里面放射着森冷的光芒，周围的空气似乎都下降了几度。陈飞，你来这里做什么？吴语嫣的声音又尖又冷，夹杂着浓浓的愤怒，震得陈飞的耳朵都有些疼。吴部长，是这样，孙向东让我送一份材料到会计部，我看到门上贴着会计部的牌子，所以就敲了敲门进来了。我不知道这里是女更衣室。陈飞有些尴尬地解释道。你胡说，门上面明明写的是女更衣室，牌子还在上面贴着呢。有吴语嫣在前面挡着，刚刚还很怕陈飞的王晶晶跳了出来，手指着陈飞破口大骂道：“你就是一个偷窥狂，门上那么大的字都看不到，谁相信啊？”陈飞曾经是一个佣兵，而且还是一个顶尖的佣兵，他对自己确定的东西有着十分的信任，所以绝对不会相信自己看错。他没有理会王晶晶，而是对吴语嫣说道：“吴部长，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亲自看一下就是了。”说完之后便转过身，为是自己没有动过门牌。陈飞静静地站在那里。吴语嫣含着脸走过去，拉开房门，黄色的门牌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4个字：女更衣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吴语嫣质问道。事实上，吴语嫣也不相信陈飞是那种人，毕竟第一天来，再大胆的人也不可能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再者说了，他在换衣服的时候的确听到了敲门声，他还是以为是王晶晶等人弄出的声响了，所以也没有在意。因为王晶晶他们2个刚刚出去，偷窥的人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更何况他还直接的推门进来。所以当陈飞说他看到门上面写的是会计部的牌子时，便有些迟疑了。可是当他走到门前，看到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女更衣室4个字的时候，脸更加的阴沉了。你是在骗我呢，还是在骗你自己？吴语嫣猛地转过身来，眸子中几乎喷出火来。他暗骂自己愚蠢，这个男人明显是故意露出破绽，然后以此来反证自己是无辜的，自己差一点被他给骗了。一想到自己竟然上了这个男人的当，吴语嫣就感觉到强烈的气愤，这比他刚刚被这个男人看光了更加让他生气。陈飞皱起了眉头，门上写着会计部3个字，陈飞坚信自己没有看错，可是现在这上面明明就写着女更衣室啊，难道自己真的眼花了？不可能，自己能够从死人堆里几次活着爬出来，就是靠这双眼睛。这双眼睛从来没有看错过什么，那么大的字更加不会看错。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吴语嫣见陈飞沉默不语，以为他被揭穿而无话可说，正待要将这家伙给开除掉，却没有想到这个时候陈飞开口说话了：“吴部长，我是真的去会计部送材料的。”送材料？什么材料能让你送？吴语嫣冷哼一声，一把从陈飞的手里扯过文件夹，随手翻了一下，脸一红，然后不屑地扫了陈飞一眼道：“这就是你要送的文件，你自己看看。”说完，吴语嫣将文件扔给了陈飞。陈飞连忙打开文件夹，发现里面的所谓文件竟然是一些用过的废纸。直到这个时候，陈飞才幡然醒悟过来，自己被人给耍了，而耍自己的那个人
就是那个看起来似乎对自己不错的孙向东。孙向东先给自己一份装着那种小说的文件，然后说让自己送到会计部。他知道自己刚来，又忙了一天，根本不可能知道会计部在哪里。而当时办公室里就他一个人，自己一定会问他。他就给自己指了一条错误的路，而且还事先让人将女更衣室的牌子换成会计部。这样自己进去之后，王晶晶等人就立即冲进来抓个现行。很显然，孙向东与王晶晶是串通好了的。可自己没有得罪过孙向东啊，他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陈飞心头不解，也确定是孙向东害了自己，可是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这个哑巴亏自己是吃定了。陈飞，别以为你是刘总介绍进来的人就可以胡作非为。吴语嫣着实是被陈飞气得不轻，这臭男人真当自己是花瓶，随便怎么都可以糊弄过去。陈飞当机立断，非常干脆地说道：吴部长，现在我说我被人陷害，你肯定不会相信的，我也不想多做解释了，你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吧。陈飞继续说道：至于说刘总，我的确是他介绍进来的，可是他并没有一定给我这份工作，要不然的话我不会连面试这一关都过不了。如果不是你中途给了我一份工作，只怕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找工作呢。所以我要胡作非为也是仗着你，而不是刘总。陈飞将后面那句话说得很重，几乎是一字一顿。陈飞这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我陈飞能够在这里上班，靠的是你，不是刘玉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陈飞是你的人，就算我要胡作非为，也不可能对你胡作非为。另一个就是我是被陷害的，可是我又没有证据证明，只能任你处置，你打算怎么处理我，我都无条件接受。陈飞以退为进，赌的就是吴语嫣能不能听懂他话里的意思。这时所有人都看着吴语嫣，等待着他最后的决定。吴语嫣能够在人才济济的远山国际混到房地产开发部门的部长，绝对是一个聪明人，他听明白陈飞话里面的意思了。而且今天这事的确是透着些古怪，虽然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陈飞在说谎，可这证据也太直接了。从陈飞说话，他可以肯定陈飞不是一个笨蛋，就算他要偷窥自己，也不可能说这种可以瞬间就能够揭穿的谎言才对。想通这一点之后，吴语嫣又想到自己破例将陈飞安排到房地产部门的初衷，心头那种将陈飞开除并报警的念头消失了。平复了一下愤怒的情绪之后，吴语嫣冷哼一声道：你今天新来，对这里各部门之间的位置并不清楚，所以我今天接受你的这个解释，如果说还有下一次的话，你自己写辞职报告吧。说完，吴语嫣转身拿起自己的皮包离开了更衣室。陈飞长出了一口气，快速地走出女更衣室。虽然吴语嫣没有追究，但是并不代表着陈飞就是一个可以任人耍的人。这个孙向东处心积虑地对付陈飞，虽然他并不知道原因，但陈飞是绝对不会忍的。可是当陈飞赶回办公室的时候，却发现孙向东已经不在了。很显然，这家伙知道一旦事情被揭破，陈飞一定会回来找他证明，提前跑掉。一来可以来一个跑无对证，二来也可以防止陈飞动手对他不利。小子，没有想到你挺会装啊，老子都上了你的当了。陈飞心头冷笑，既然对方要玩，他就奉陪到底。然后开始打扫垃圾。当陈飞将所有垃圾都装到黑色大塑料垃圾袋里，拖出去准备扔掉的时候，正好看到韩雪俏立于门外。陈飞呵呵笑了笑说道：等急了吧，我马上就处理好。韩雪微笑说不急，跟在陈飞的身后，等陈飞处理好垃圾之后，两人一同离开了远山国际大厦。陈飞用仅有的5块钱买了一枚未经包装的百合花，送给了韩雪。这让韩雪高兴之余又有些羞涩，不过她还是收下了陈飞送她的那朵百合。谢谢你。韩雪红着脸
好像一朵娇艳的花，煞是好看。陈飞一笑，摆了摆手，对于韩雪非常有好感。说了一阵话，他们便分开了。陈飞也没有办法，他就是想要请韩雪吃饭，也没有钱。将日用品送回家中，肚子却发出咕噜噜的叫声。陈飞有些蛋疼，现在他面临一个很窘迫的事情，没钱吃饭。虽然有住的地方，但是没钱吃饭的话，显然是撑不到他发工资的那一天的。微微犹豫了一下，陈飞离开宿舍，他走在大街上，不时地打量着附近有没有什么兼职。不过让陈飞失望的是，一直找到9点多的时间，陈飞依然没有找到兼职的地方。他郁闷得不得了，摸了摸肚子，心想自己不会成为新时代被饿死的一群人吧。想到这种憋屈的死法，陈飞打了个寒战，这也太窝囊了吧。他没有目的的在大街上乱走，不知不觉中竟然走入一个死胡同里面。陈飞刚想转身就走，一道人影却从他的身边冲进了死胡同里面，伴随着这人的走进来，还带着一个血腥味。哥们，你走错了路了，这是死胡同。陈飞好心的提醒对方，他看得出来这个人受伤很重，脚步都有些呛亮了。对方听了陈飞的话，身体剧颤，他转过身来便要冲出死胡同，不过4个大汉的出现却将他的去路完全封锁住了。那个人绝望，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逃不出去，死定了。至于陈飞，也被那4个人逼进了死胡同里面。他郁闷地说道：“这件事情和我没关系。兄弟，你和他们说这些没用，他们不讲理的。”那个受伤的人是一个男子，25、6岁上下，温文尔雅，但是一双眸子却不时爆射出凌厉的光芒，显然不识一般人。夜莺，还是你了解我们，他既然看到了我们追杀你，那他也就活不了。4人中有人开口，声音冰冷，充满了森然的杀机。陈飞则是满脸郁闷：“你们脑子没问题吧？我明明是无辜的。你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就不无辜了。”4人冷笑。陈飞直接向他们比了一个中指，没好气的骂道：“4个白痴！”他倒是不怕对方，只是无端被卷入这样的争斗，实在是有点郁闷。骂得好，兄弟，你跟在我后面，我带你冲出去。夜莺大笑着说道，竟然有一种豪气，让人忍不住侧目。陈飞懒洋洋地说：“你连他们4个都打不过，也是一个废材。”夜莺哭笑不得，被金水4虎围攻还能逃出来，他的身手已经算是极好的了，换做别人早就死定了。看来你家小兄弟看不上你，哈哈。金水4虎大笑着说道，满脸的嘲讽。你们4个连他一个都干不掉，你们更是废材中的废材。陈飞饿着肚子，脾气自然不好，直接调转枪头。金水4虎大骂，他们向陈飞冲了过来，要先干掉这个对他们不客气的小子。陈飞撇嘴，在一般人的眼中，金水4虎也许算是好手了，但是对于他来说，4人却什么都算不上。一拳砸出，正中一人的面颊，那个人惨叫都没有发出来，便被打飞，晕了过去。然后再踢出一脚，踹在另外一人的小肚子上面，那个人捂着肚子倒在地上，身体在痉挛。剩下2人大吃一惊，刚想有所反应，却被陈飞一人一拳砸晕过去。在陈飞身后的夜莺看得目瞪口呆，感情自己还遇到了一个大高手，不管怎么说，他的性命算是保住了。谢谢兄弟救命之恩。夜莺道谢，不过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陈飞打断了。你要是真的想要谢我的话，给我1000块钱。陈飞有些迫切地说道，1000块钱足够他吃1个月了。只要熬到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陈飞就算是挺过来了。夜莺傻眼了，救了自己就要1000块钱，难道在对方的眼中自己就是那么不值钱吗？他刚想开口，却发现陈飞有些郁闷地说道，好吧，就知道你是一个穷鬼，算了，我还是不为难你了。夜莺的脸都憋红了，若是让人知道
他连给救命恩人1000块钱的报酬都做不到，恐怕会让天下的通道笑掉大牙。他叶英以后也不用出来混了。赶紧从怀中拿出一沓钞票，叶英将钞票塞在陈飞的手中，他哭笑不得，暂时只有这些，等我回去再好好报答兄弟。不用了，这些就够了，再见。陈飞转身就走。这个叶英是一个麻烦人，陈飞不想和他有所牵扯。手中拿着一沓钞票，至少有2000多块。陈飞心中盘旋着，不仅仅能多吃几顿饭，还能够给韩雪那个小妮子多买几朵百合花呢。找到饭馆，狠狠地搓了一顿，陈飞这才回到宿舍洗澡休息。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即使以陈飞的体质，也不由得有些疲惫。第二天一大早，陈飞起床，随意弄了一点吃的，便跑去花店买了几朵百合花，然后便去上班了。路过前台，韩雪已经来上班了。当看到陈飞的时候，韩雪的脸上涌上淡淡的一抹红晕。送你的，陈飞笑嘻嘻地说道，将手中的百合花送了过去。谢谢。尽管很羞涩，但韩雪还是将百合花接到手里了。陈飞笑了笑，刚想离开，一个有些嘲讽的声音便传来过来：哟呵，这不是我们新来的员工陈飞吗？原来你不是来上班的，而是来泡妞的。公司竟然招了你这样的人进来，真是瞎了眼了。听到这个声音，陈飞的脸色沉了下来，他认出这个声音正是孙向东。想到昨天对方算计自己，他就心中愤怒。若不是最后吴雨嫣宽宏大量，估计现在陈飞已经被扫地出门了。陈飞没有说话，但是韩雪却开口了：孙向东，公司招谁进来都和你没有关系，公司要你来上班，不是为了让你和自己的同事争吵的。此话一出，就连陈飞都有些意外，心中也非常感激，能够为了自己得罪一个公司中的同事。韩雪的让陈飞心中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韩雪，你什么意思？我和他说话关你什么事情？孙向东神色一冷，有些生气的质问。他其实是韩雪的追求者之一，刚才见到陈飞和韩雪在谈话，而且韩雪还接受了陈飞的花，所以才会忍不住出言讽刺。韩雪撇了撇嘴，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小人的嘴脸，面对领导卑躬屈膝，像是一个奴才一样，面对同事却这样高傲，还耍什么小心眼，简直就是一个卑劣小人。这个女孩表面上虽然柔弱，但却是一个外柔内刚的性质，而且对于陈飞，她非常有好感，所以才会不由自主地帮助陈飞说话。你个臭女人，你懂个什么？孙向东恼羞成怒了，若是别人说这种话，他也许还能够保持冷静，但是韩雪却不一样，自己喜欢的女人竟然如此维护一个别的男人，他如何能忍受？一个巴掌狠狠地抽在孙向东的脸上，将他打得一个趔趄，脸一下子肿了起来，眼前直冒金星，脑海中嗡嗡作响。在孙向东晕头转向的时候，陈飞再次踹出去一脚，将孙向东踹倒在地上，如死狗一样。你侮辱我可以，但是不能侮辱我的朋友。陈飞有些森然地说道，一股冰冷的气息从他的身上爆发出来，让本来想要惨叫的孙向东一个哆嗦，看向陈飞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魔鬼。孙向东艰难地爬了起来，他指着韩雪和陈飞，怒声道：你们这一对贱人，给我记住，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你说什么？一个阴沉的声音从孙向东的身后传来。孙向东嚣张的气势顿时消失，他一个哆嗦，转身一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吴雨嫣。其实吴雨嫣已经来了很长时间了，对于事情的前因后果都非常清楚，自然异常不满。吴雨嫣是一个女强人，所以最讨厌别人骂女人，加上陈飞是她安排进公司的，现在孙向东却很明显的挑衅，这是在打他吴雨嫣的脸。毕竟孙向东不是罗星河，自然没有资格打他吴雨嫣的脸。若是以后再让我看见你挑衅同事，你就给我辞职吧。吴雨嫣淡淡的说道，将孙兴东吓得一个哆嗦。他不敢争辩，作为公司的老人，自然知道吴雨嫣的性格。
灰溜溜的离开这里。在离开的时候，孙向东望向陈飞的眼神也充满了怨毒，这让陈飞哭笑不得。一直都是这家伙主动招惹自己，现在出事了，竟然还怨恨自己，真他妈的稀奇。还有你，刚来这里上班，要注意一下形象。吴语嫣看了陈飞一眼，陈飞赶紧点头，这可是老大的命令，自然要听从。说完这句话，吴语嫣迈动步子向里面走去，留下陈飞一个人在那里，微微有些发愣。谢谢你。陈飞向韩雪眨了眨眼，刚才韩雪对他的维护让他很是窝心。将手中的百合花挥动了一下，韩雪笑着说道：“我们不是朋友吗？不要客气。”朋友，我去上班了。陈飞在韩雪的小手上抓了一把，然后笑着离去。至于韩雪，脸色有些发红，嗔了陈飞一眼，小声嘀咕道：“色狼。”不过这种语气无论怎么听都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反而会让人想入非非。来到业务部，不少人看向陈飞的眼神都微微带着一点惊讶，显然对于陈飞还能来上班都有些奇怪。看到这一幕，陈飞也明白，这些人多半都知道昨天的事情，只是不告诉自己罢了。他心中冷笑，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陈飞，帮我冲杯咖啡。陈飞，帮我复印一个文件。忙忙碌碌的工作又开始了，这些人多半都是故意的，其中以孙向东最坏，一直折腾陈飞。陈飞也知道这家伙是在故意报复自己，他也不在意，只是暗暗找机会教训一下孙向东。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陈飞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伸了一个懒腰，向16楼走去。当陈飞打好饭，一个人向他摆手，喊道：“陈飞，这边。”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韩雪。孙向东脸色很不好看，他怨毒地看了两人一眼，眼神中闪烁着鬼光。端着自己的饭菜，坐在韩雪的旁边，陈飞看了孙向东一眼，笑嘻嘻地说道：“有人吃醋了。”韩雪皱了皱眉头，厌恶地看了孙向东一眼，不屑地说道：“那种小人，我又不喜欢他，我管他干什么呢？”“那你喜欢我不？”陈飞忍不住口花花了一句。韩雪脸色一红，白了陈飞一眼，有些羞涩地说道：“没个正经。”得，虽然没有承认，但好歹也没有拒绝，这就是一种态度，至少在韩雪的心中，对陈飞是不讨厌的。这就已经足够了。陈飞心中微微有些惊喜。两人之间的气氛微微有些怪异，他们低着头吃饭，谁都没有说话。吃完饭，他们便分开。陈飞刚想走出食堂，便被一个人拦住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吴语嫣。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陈飞，然后点了点头，淡淡的说道：“跟我走。”陈飞挠头，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不过看到吴语嫣的脸色，他也不敢多问，跟在吴语嫣的身边，像是一个小跟班。他们走出公司，上了一辆白色的宝马，然后直接发动车子。一路上，两人一句话都没有说，这让陈飞有些挠头，都被吴语嫣快搞糊涂了。“领导，您找我有什么事情？”陈飞问道。“陪我去喝酒。”吴语嫣淡淡的说道。车子平稳的行驶在路上，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陈飞才知道吴语嫣是让他陪他喝酒不错，但是却不是陪他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而带他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他挡酒。当他们从酒楼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一顿饭吃了5、6个小时，而陈飞也喝了至少不下于6斤白酒。如果不是他酒量好的话，这一顿下来估计只能横着回去了。期间有人时不时向吴语嫣伸出咸猪手，全部被陈飞统统挡在外面，成功的当了一回护花使者。至于吴语嫣，也是面颊通红，显然也喝得不少。“你没事吧？”陈飞将吴语嫣扶进车子里面。吴语嫣却是醉眼惺忪，身体微微颤抖。“没事，你送我回家，我家在清源路幸福苑10楼1单元303。”说完这句话之后，
吴语嫣便彻底昏睡过去。陈飞苦笑，他也喝了不少酒，现在让他开车显然是不可能的，打了一辆出租车，直接赶往吴语嫣的住处。这是一个非常高档的小区，当找到吴语嫣的房间的时候，陈飞有些意外，偌大的房子2室2厅，却只有吴语嫣一人居住。将吴语嫣放在床上，陈飞转身就想离开，毕竟他一个大男人待在一个女人的房间里面也不合适。但就在他转身的时候，吴语嫣却一把拉住了他。别走，我怕。吴语嫣拉着陈飞的胳膊不松手，脸上仍然是一副醉态，迷迷糊糊的。陈飞觉得就这样丢下他一个人也不放心，索性就坐下来陪着他。过了10几分钟，酒劲涌了上来，陈飞也有些累了，一股巨大的困意传来，他也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陈飞是被一声巨大的惊叫吵醒的，还没睁开眼睛呢，便感觉到一股力量将自己从床上推了下来。显然吴语嫣肯定是误会了什么。陈飞好话说了一大堆，终于解释清楚了，却也错过了上班时间。当陈飞回到公司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了。孙向东幸灾乐祸，嘲讽地说道：“第二天上班就赶旷工，而且今天上班还迟到，你完蛋了。”他现在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对陈飞的敌意了。那个王晶晶也是满脸嘲讽，讽刺地说道：“有的人还当自己有什么大后台呢，所以才这么嚣张，只是可惜今天就要滚出公司了。”陈飞冷冷看了2人一眼，他现在很不爽，更是懒得搭理他们了。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当看到陈飞的时候，他皱了皱眉头，沉声道：“陈飞，来我的办公室一趟。”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杨超，整个业务部的经理。在孙向东幸灾乐祸的眼神中，他与杨超离开，进入了杨超的办公室。解释一下，你昨天为什么旷工？来到办公室里面，杨超神色一沉，凝视着陈飞，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压力。若是一般的小职员肯定会有所紧张，但是陈飞却不会有。我昨天陪吴部长出去办事去了。陈飞很老实的回答，这让杨超愣了一下。若是别人说这话，杨超铁定会不相信，但是陈飞是吴语嫣亲自安排过来的，很显然和吴语嫣有关系，说不定真的和吴语嫣出去办事了。杨超直接拿起电话拨通吴语嫣的电话，一番交谈之后，杨超才挂掉电话。至于陈飞的脸色则是怪异，以他的耳力自然已经听到了电话中的内容。陈飞怎么都没有想到吴语嫣竟然做出那样的决定。恭喜你了，陈助理，看来您和吴部长的关系不浅了，以后还请陈助理多多照顾。杨超满脸笑容说道。陈飞成了顶头上司的助理，让他有些意外的同时，庆幸自己刚才没有太冲动，没有得罪这样一个和吴语嫣关系亲密的家伙。陈飞也干笑着说一定，心中却充满了不解，吴语嫣这个女人发什么神经，竟然让自己当她的助理。不过升职毕竟是一件好事情，陈飞也不多想，反正见到那个女人，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他从杨超的办公室走了出去，故意做出一副如丧考妣的样子，显得有些失魂落魄的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哟，这不是我们的陈大文员吗？给我冲杯咖啡。王晶晶讽刺的说道。看到陈飞这样一个表情，他们都以为陈飞已经被公司开除了，说话自然更不客气了。王晶晶，恐怕你消受不起了，看陈飞这个样子，多半是被开除了。你这辈子是没有机会再喝他亲手冲的咖啡了。孙向东也嘲讽的说道。两人一唱一和，都在看陈飞的笑话。他们的笑声显得有些肆无忌惮，让在场的不少人都感觉到刺耳。就算是人家被开除了，你们没有必要这么幸灾乐祸呀。很多人在心中不耻两人的为人。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然传了过来，你们在笑什么？一个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吴语嫣出现在业务部，这让孙向东和王晶晶的笑声戛然而止。来人竟然是吴语嫣，一身白色的合体职业装，头发微微卷曲披散，给人一种异常惊艳的感觉。
孙向东和王晶晶吓了一跳，他们没想到顶头上司竟然会突然出现。他们在笑我因为昨天旷工被开除了。陈飞直言不讳，让两人脸色一变。即使大家都明白他们是这个意思，但是在领导面前也不能承认，否则会被打上人品不好的标签，估计永远不会被重用。所以两人赶紧解释。孙向东首先开口：吴部长，我没有这个意思，是他诬陷我。不错，都是他看我们不顺眼，所以才诬陷我们的，吴部长千万不要相信他。王晶晶也是脸色微变，紧张的解释：我和王晶晶刚才只是说了一个笑话，所以才笑了起来。而这个陈飞竟然诬陷我们，他昨天旷工，不知道做什么龌龊事情去了，今天上午上班还迟到了，这样的人根本不能相信。孙向东赶紧说道，同时给陈飞盖了一顶大帽。他没有想到，就是他自己的解释，反而将吴语嫣弄火了。上班时候说笑话，你们可真悠闲啊！吴语嫣冷笑道，将孙向东两人吓了一跳。很显然，吴语嫣生气了。还有昨天下午，陈飞是陪我一起出去办事了，难道我和他一起去做龌龊事吗？吴语嫣的这一句话将两人吓了个半死，他们没有想到昨天陈飞竟然是和吴语嫣一起出去的。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孙向东赶紧解释，小脸都白了，现在真的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白脸。这个时候，杨超从办公室中走出来，当看到吴语嫣的时候，顿时吓了一跳，然后赶紧说道：吴部长，陈助理正好有事情想要和你们汇报呢。什么？陈助理？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半天没反应过来。而这个时候，孙向东还傻里吧唧的说道：杨经理，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姓陈的助理吧？瞎了你的狗眼了，这里有几个姓陈的呀？杨超没好气的骂道。众人这才反应过来，目光齐刷刷的向陈飞看了过去，因为现场只有一个姓陈的。这时他们这才明白，陈飞不是被赶出公司，而是升职了。来到这里上班才2-3天时间，便从一个小杂工升级成了助理，这实在太让人意外了，简直超出了所有人意料。至于孙向东两人更是脸色惨白，诚惶诚恐，看向陈飞的目光都变得躲闪起来，生怕以后陈飞打击报复他们。去我办公室谈。吴语嫣点头，至于陈飞和杨超则跟在吴语嫣的身后离开了这里。临走之时，陈飞微笑着拍了拍孙向东的肩膀，笑着说道：你呢？哼，好自为之吧。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差点将孙向东吓尿。他们走后，业务部就议论起来了，不少人觉得陈飞和吴语嫣之间绝对有关系，不然的话，吴语嫣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要知道，吴语嫣的助理一直都是女性，现在突然要用一个男性了，这本身就极为不正常。你们说，我们吴部长和那个陈飞，该不会是那种关系吧？有人小声猜测。孙向东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阴沉着脸说道：不要胡说，吴部长怎么可能看上那个家伙？其实他心中也是这样想的，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三人进入吴语嫣的办公室，这里还有一个小桌子，吴语嫣告诉陈飞，这里就是他办公的地方。这让陈飞有些发愣，他没有想到吴语嫣会这么安排。杨超更是肯定两人之间有什么了，他心中暗暗羡慕陈飞。吴语嫣绝对是一个大美女，而且领导一个部门，陈飞能被她看上，简直是修了8辈子的福缘。李氏集团的老总今天晚上想要见吴部长一面，商量那块地的事情。杨超想了一下，将自己要汇报的事情说了出来。吴语嫣眉头一皱，然后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道：知道了，一会把时间和地点告诉陈助理，晚上我会过去。杨超脸上露出一抹喜色，离开这里。陈飞若有所思，随即却摇了摇头，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着。吴语嫣饶有兴致地盯着陈飞，有些意外地问道：你好像是想到了一些什么？这个杨超有些不对。陈飞说道。
吴语嫣眼睛一亮，有些意外。他找陈飞当助理，是因为陈飞的人品好，而且能喝酒。他经常出去应酬，需要这样的一个助理挡酒。但吴语嫣没有想到，陈飞竟然能够感觉到杨超不对劲，当即说道：“说说看。”陈飞沉吟了一下，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说，就算是那个什么李氏的老总想要约你，也会亲自给你打电话，或者打给你的助理。杨超虽然是你的手下，但是这件事情却通过他传给你，就有些不对了。所以吴语嫣饶有兴致地盯着陈飞。所以这个杨超不是和那个李氏老板有勾结，就是和他有很深的交往。若李氏是我们公司的对手的话，这个杨超不能重用。陈飞异常肯定地说道。吴语嫣真的是吃惊了，光是从一件小事情上便能推断出这么多东西，他知道自己小瞧了陈飞。我还真是小瞧了你，吴语嫣感叹。陈飞翻了个白眼。一上午，陈飞什么事情都没有，除了给吴语嫣端茶倒水之外，便是玩电脑，一点正事都不干。悠闲的样子让吴语嫣都有些牙痒痒，他们到底谁才是老大？不过吴语嫣也知道，陈飞的学历不高，真要他处理事情的话，多半也处理不好。直到中午下班的时间一到，陈飞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待在这个房间里面了，和一个美女上司一起工作，压力山大。午餐陈飞是和韩雪在一起吃的，只是此时的韩雪脸色有些不好看，笑得非常勉强。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没有送你花，所以生气了？陈飞问道。从韩雪的身上，他感受到一种隔离感。韩雪缓缓摇头，没有说话，气氛更加沉闷。陈飞皱了皱眉头，一把抓住韩雪的小手，他很是认真的说道：“是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我帮你教训他。”韩雪是陈飞在这里唯一认可的朋友，朋友被人欺负了，陈飞如何能忍？无论是谁，他都会让对方好看。没有人欺负我，你放开手，省得吴部长误会了。韩雪挣扎了一下，小声说道。陈飞一愣，随后便明白什么意思了。这个小妮子竟然在吃醋，想来她今天突然升职成为部长助理，肯定有不少闲言闲语传出去，让韩雪误会了。想到这里，陈飞忍不住哈哈笑了出来。他的笑声引起不少人注意，那个看到陈飞拉着韩雪的小手的时候，不少人目瞪口呆。毕竟今天的传闻几乎整个公司都传遍了，大家都知道陈飞和吴语嫣有一腿，现在他却拉着韩雪的小手，简直就是不要命了。你笑什么，坏蛋，快点将手放开！韩雪撅着嘴巴，满脸不满。在他心中，陈飞都成了一个花心大萝卜了，明明和吴语嫣有关系，竟然还来招惹他，这让韩雪有些生气。你误会了，我和吴部长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他找我当助理，只是因为我比较能喝，可以陪他一起出去应酬，替他挡酒。陈飞笑着解释道。听到陈飞的话，韩雪眼睛一亮，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露出甜甜的笑容，那种距离感也消失了，这让陈飞更加肯定，这个小妮子就是喜欢上自己了。下午继续自己无聊的时光，吴语嫣也不管这小子，反正他只是他请来挡酒的。人事部办公室，孙向东站在罗星河的前面，一脸愤愤地说道：“部长，吴部长这一次太过分了。”罗星河望着孙向东，没有说话，显然死让孙向东继续说下去。他明明知道那个陈飞是您淘汰下来的，反而还将他录取了，甚至让他成为了部长助理，这是赤裸裸的在打脸，是不给您面子啊！孙向东煽风点火。罗星河神色微微有些阴沉，他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了，你出去吧。”孙向东一愣，不过看到罗星河满脸阴沉的样子，他就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也不多说，孙向东微微一鞠躬，然后离开办公室。怎么样？办公室外面，王晶晶等在那里，见到孙向东出来，顿时有些着急地问道。孙向东点头，脸上露出一抹很辣的笑容，搞定了，这下子不仅仅陈飞有麻烦，
吴语嫣那个臭婊子也有大麻烦，使用一个才初中毕业的人当助理，只要这件事情被罗部长捅出来，他吃不了兜着走，至少也能将那个陈飞搞出公司。太好了，我早就看吴语嫣不顺眼了，这一次最好将她也撵出公司。王晶晶有些激动地说道。孙向东撇了撇嘴，有些不以为然。能够成为公司部长的，哪一个不是有天大的背景？这一点小事，若是能将吴语嫣撵出去，那才真正奇怪了呢。至于陈飞，现在已经走出大厦，他坐在了主驾驶的位置上，发动了汽车。四平八稳的开车技术让吴语嫣有些意外，想起来陈飞刚刚进公司的装扮，很明显不像是一个会开车的人。你有驾驶本吗？吴语嫣问道。陈飞挠了挠头，很是困惑地向吴语嫣问道：驾驶本？那是什么东东？我从来不知道。吴语嫣满脸黑线，他觉得这家伙是在耍自己，车子开得这么好，竟然不知道驾驶本是什么东西，他难道是从外星球的来的吗？他哪里知道，陈飞曾经是黑暗世界的兵王，开车的时候啥时候用过驾驶本那东西？无奈之下，吴语嫣只好让陈飞将车子停下来，自己开车。想到自己一个上司给下属当司机，他的脸色就有些不好看。陈飞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嘿嘿一笑，装模作样的闭上眼睛，算是来一个眼不见为净了。过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车子停了下来，一座酒楼出现在他们面前。蔚蓝酒楼4个字被金漆刷得金光闪闪，却不显俗气，很有一种高贵的感觉。来这里的人也都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衣冠楚楚，至少比陈飞更像是精英。将车子停好，陈飞跟随吴语嫣走了进去。他们询问前台，那个什么李氏李牧已经来了，正在等待他们。在服务员的带领下，他们来到那个包厢，里面坐着3个男人，都是大腹便便，一个人顶2个。当看到吴语嫣出现的时候，坐在最中间的那个胖子眼中闪过一抹欲望，然后露出一副笑脸，站起来招呼道：吴小姐来了，快请坐。吴语嫣也不客气，她坐了下来，而陈飞则在吴语嫣身边坐下了。胖子便是李牧，这个时候他才发现陈飞的存在，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有些皮笑肉不笑地问道：吴小姐，这位是？我的助理陈飞。李总，有什么事情您就尽快说吧，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吴语嫣很直接，说出自己来的目的。他不是和李牧吃饭的，只是想要了解李牧对那块地的态度。公司里面最近在筹备一个项目，而李牧则是最大的竞争者。虽然吴语嫣不知道李牧找自己来有什么幺蛾子，但也想探探对方的口风。李牧嘿嘿一笑，然后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2个男人，他笑眯眯地说道：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天大国际的张总，这位是盛世集团的郑总，你应该明白我是什么意思。这下子吴语嫣是真正的震惊了，他没有想到在李牧身边的人竟然有这么大的来头，盛世集团和天大国际都不比他所在的远山国际差，若是3家联手的话，那块地远山国际恐怕真的很难到手了。作为公司中的绝对的核心，吴语嫣更明白那块的对公司来意味着什么。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吴语嫣盯着李牧，他不相信李牧邀请自己过来就是为了让自己认识2个大公司老板的，他肯定还有别的目的。李牧脸上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悠悠地说道：其实我这人很欣赏吴小姐的才华，若是吴小姐愿意为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的话，这块的将来开发出来的话，我们愿意给吴小姐5%的利润。5%的利润也许听着非常低，但若是那块地真的合理的利用起来，恐怕每年的收入都至少在20亿以上。所谓5%的利润，那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不可能，我绝对不会出卖公司的，谢谢李总的好意了。吴语嫣断然拒绝。开什么玩笑，为了一点钱出卖自己的公司，出卖自己的人格，他吴语嫣可做不出来。而且吴语嫣和远山国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公司那么简单。吴小姐不考虑一下吗？
李牧的眼睛眯了起来，眼神中闪过一道阴狠的目光。这个眼神被陈飞看在眼中，他心中冷笑，有自己在这里，李牧想要搞什么手段，他真的打错主意了。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李总，我奉劝你一句，做生意还是规规矩矩的好，不然的话早晚要出事。吴语嫣冷冷地说道，望向李牧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屑。看来吴小姐不太想和我们合作啊。盛世集团郑总突然玩味地笑了，这让吴语嫣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敬酒给过了，该给罚酒了。天大国际的张总也是阴沉地说道。就在他们话音刚落，几个人冲了进来，全都是好手，将陈飞和吴语嫣堵在了里面。看得出来，李牧他们是早有准备，不然这些人不会出现的这么及时。吴语嫣也明白自己是中了别人的圈套，虽然这里是酒店，但是李牧既然敢动手，多半是买通了酒店的人员，所以才会如此肆无忌惮。想到这里，吴语嫣下意识地看了陈飞一眼，眼下这个男人是他最后的希望了，希望陈飞能够带领自己冲出去。吴小姐，何必这么执着呢？只要你在这份合同上签了字，不仅仅能够得到那块地建成之后5%的利润，而且人身安全也不会受到任何威胁。我要是你，肯定不会犹豫的。李牧笑眯眯地说道，本来看不到的眼睛，此时完全成了一条缝了，一脸阴沉之色。吴语嫣不说话，陈飞却突然咧嘴一笑道，他不同意，这个合同不如给我吧。在场的人都是一愣，吴语嫣望向陈飞的眼神简直像是要吃了他一样。他没想到关键时刻陈飞竟然背叛了自己，甚至在此之前吴语嫣还认为陈飞是一个好人呢。你还没有资格拿这些钱，不过你要是能劝吴小姐签字的话，我可以给你100万。李牧笑着说道。他心中却有种不好的预感，这个陈飞有点不对劲，他实在是太淡定了。陈飞撇了撇嘴，不屑地说道，100万太少了，你们打发叫花子呢？说完这些话之后，他转身向吴语嫣问道，我现在工资是多少？吴语嫣一愣，没想到陈飞突然问这个问题，他犹豫了一下，才开口道，8000。太低了，你要给我加薪到1万1个月，我就帮你把这群混蛋都打一顿。陈飞苦着脸说道。吴语嫣眼睛一亮，他发现陈飞的眼神中的笑意，这家伙显然刚才是在开玩笑，他根本没有背叛自己的意思。意识到这一点，吴语嫣心中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股小小的惊喜。吴部长，你想好了没有？我要加薪到1万。陈飞弱弱地说道，他们的钱太臭，还是咱家吴大部长的钱是香的。这时吴语嫣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吴语嫣不会这么小气吧？只不过要加2000的工资，他便出一次手，他简直赚大了，难道还在犹豫？吴语嫣这才反应过来，想到自己刚才乱七八糟的心态，他脸上闪过一抹绯红，赶紧说道，没问题，只要你能带我出去，我给你加薪到1万。这可是你说的，不准反悔哦。陈飞说话的语气像是在哄一个孩子。这个时候李牧终于忍不住了，他怒声道，先把这个装疯卖傻的家伙给我狠狠地打一顿，再将这个女的抓起来，我就不信他敢不签字。那些打手听到命令顿时动了起来，他们向陈飞冲了过去，挥舞着拳头就向他的脸砸了过去。吴语嫣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叫，担心陈飞的安全。一群白痴，就凭你们也想和我打架？陈飞冷哼一声，一脚飞出，直接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人踢翻在地。咔嚓一声，估计肋骨都断了几根，当即蜷缩在地上哀嚎了起来。陈飞反手又是一巴掌，将一个冲向吴语嫣的人抽歪在地，下巴直接被抽碎了，牙齿也被抽掉了几颗，口吐鲜血。吴语嫣看到这一幕，满脸都是不可置信之色，小嘴微张，无比震惊。陈飞微微一笑，拳脚齐出，一个人却比对方几个人都要厉害。在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陈飞便将一群人都给打倒在了地上。那个李牧眼珠子差一点掉了出来，
当看到陈飞的目光转向自己三人，他们顿时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脸上露出一抹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兄弟，万事和为贵，有事好商量。李牧战战兢兢地说道，他生怕陈飞将自己也打一顿。陈飞咧嘴一笑，一巴掌抽在李牧的脸上，将他差一点打懵了。让你说我装疯卖傻，让你看不起老子，让你只给老子100万。每抽李牧一巴掌，陈飞都会说出一个理由，这让吴雨嫣哭笑不得。等到10几巴掌之后，李牧的脸已经肿成了一个猪头，现在就算是他妈妈在他面前，估计都认不出李牧来了。而李牧也终于受不了刺激，晕了过去。陈飞将目光盯上了张总和郑总，两个肥猪吓得面无人色。不过陈飞也懒得抽他们耳光了，一人一脚踹晕了过去，然后拍了拍手，笑着说道：“打完收工。”吴雨嫣看向陈飞的眼神充满了异样，这个男人时不时给他一些惊喜，现在对于陈飞的人品，吴雨嫣已经一点都不怀疑了。吴部长，你不要这么看我，我会误会你爱上我了。陈飞邪笑道。刚才动手的时候，让他有一种回到以前的感觉。那个时候，他还是黑暗中的兵王，嬉笑怒骂随心。若不是因为老头子的事情，他现在恐怕还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恐怖存在呢。呸！谁会爱上你，臭美！吴雨嫣脸色一红，没好气地说道。两人打开门离开这里，至于打了李牧的事情，他们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李牧想要收买吴雨嫣，让他出卖公司，其实已经算上犯了忌讳的，而且收买不成，还想要用强的，若是传出去，以后恐怕敢和李牧交往的人不多了。毕竟谁也不知道这样一个没有底线的家伙，最终能做出什么样子的操蛋事情出来。这件事情是谁都不要说，你最近帮我盯着杨超有没有什么动作。吴雨嫣吩咐陈飞。刚才的经历让吴雨嫣充分信任了陈飞，所以吩咐他做事情的时候也是毫不犹豫。嘿嘿，我只是一个小助理，你不会让我做侦探才能做的事情吧？这也太扯了。陈飞没好气地说道，虽然以他的本领根本不担心会被杨超发现，但是陈飞也不想自找麻烦。这种商业上的争斗最为麻烦，他可不想将自己卷入进去。陈飞的目的只是找那样东西，这也是他只身来到华夏的唯一目的。吴雨嫣似笑非笑地盯着的陈飞，让他有些不好意思，脸色一红。刚才威风凛凛的样子完全消失了，陈飞发现自己在吴雨嫣的面前还真的装不起来。你觉得这话我会相信吗？一个文职能随意打倒几个打手，而且还那么镇定。虽然我不知道你以前是什么身份，但是我却知道你肯定不简单，这点小事难不倒你。吴雨嫣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陈飞郁闷了，早知道就不救这个女人了，救了她还要帮着她做事，太郁闷了。他懒洋洋躺在副驾驶上，有气无力地说道：“做好了有什么奖励不？”你想要什么奖励？吴雨嫣淡淡地问道。陈飞说让我亲一口怎么样？不过随后他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眼见吴雨嫣的神色冷了下来，陈飞心中一个哆嗦，这个女人要发飙了。车子里面的气氛诡异的沉默了一会，半晌吴雨嫣突然是脆生生的回答道：“好。”嗨嗨，陈飞差一点被自己口水呛住了，他没有想到吴雨嫣竟然真的会同意自己的这个要求，现在就算是陈飞想要拒绝都不行了。他郁闷地看了一眼吴雨嫣，陈飞有一种被这个女人算计的感觉。将陈飞送回公司宿舍，吴雨嫣离开了。陈飞回到宿舍，房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让他奇怪的是那些人的东西也搬走了。他哪里知道这是吴雨嫣特别为他安排的，毕竟陈飞现在也是他的助理了，自然可以单独住一个宿舍。陈飞吃了一点饭，刚想睡觉，手机便响了起来，是韩雪打过来了。陈飞，你在干嘛呢？韩雪甜美的声音传来，让陈飞本来有些郁闷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
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有事吗？陈飞问道。越是和韩雪接触，他越能够感觉到一种心灵的宁静，这种感觉很奇怪，但是陈飞却感觉到很舒服。我在和几个朋友唱歌，你要不要过来？韩雪笑着问道。通过手机，陈飞显然也听到了那边正传来阵阵音乐的声音，闲着无聊的陈飞自然愿意问清楚韩雪在哪里。他离开了宿舍。夜梦 KTV， 当陈飞打开包间的门之后，发现除了韩雪之外，还有2个男人和1个女生。不过其中一个长得颇为英俊的青年，盯着陈飞的眼神颇为不善。陈飞的嘴角微微翘起，却是不动声色。你来了呀，陈飞。看到陈飞来到这里，韩雪顿时露出一抹笑容。她走了过来，拉着陈飞的手走了过去坐下，然后为他们相互介绍。那个女孩长得有点胖乎乎的，叫做晴晴，另一个青年是晴晴的男朋友严波，另外一个青年叫做陈志，是韩雪的同学。他们都是老朋友。当介绍到陈飞的时候，韩雪的脸上微微有些羞涩。若是在场的几人还看不出韩雪的心思，那也就太傻了。这让陈志特别不满，他一直在追求韩雪，现在见韩雪有爱上别人的势头，哪里还忍得住？在韩雪介绍完陈飞之后，他就立马问道：这位兄弟不知道在哪里高就？和韩雪一个公司。陈飞淡淡的回应道，不咸不淡的。他知道陈志想要做什么，心中不屑，若是说出他以前的身份，恐怕能吓死这个陈志。游走在黑暗中的兵王，刺杀过不知道多少大人物，他接触人都是世界上最为顶级的存在，这个陈志和他们一比，简直连渣渣都不如。原来也是前台啊。韩雪当前台还好说，毕竟她长得漂亮，不过老兄你的形象就有点吓人了，也不知道那些看到你会不会向你们公司投诉。陈志直接开口讽刺。自认为有些小帅的陈志将陈飞贬得一无是处，他却不知道，光是从容貌上来说，他未必有陈飞长得好。韩雪也听出了其中的火药味，她狠狠地瞪了陈志一眼，心中有些不高兴。不管怎么说，陈飞都是自己找来的，现在被人攻击，他自然不高兴。陈飞倒是没有生气，只是拍了拍韩雪的小手，让韩雪的神色羞涩，脸都红了。兄弟说的是啊，本来我都绝望了，不过看到你都有勇气活在世界上，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有希望的。陈飞笑眯眯地说道，他可不是一个愿意吃苦的主，直接反击了回去。陈志一下子便发飙了，他直接站了起来，指着陈飞怒声道，你说什么？别生气啊，你看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说实话，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说实话了。陈飞道歉，满脸诚恳。就连晴晴2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们发现这个陈飞实在是太好玩了，简直气死人不偿命。他们对于陈志没有什么好感，自然不会在意陈志的感受。小子，你找死！陈志怒声道，他顺手拿了一个啤酒瓶，就要向陈飞的脑袋上砸过去。陈飞神色一冷，他自然不会任由对方打在自己的身上。只见陈飞身形一动，躲过酒瓶，然后一拳砸在陈志的脸上，身体一个踉踉倒在了沙发上。见到陈飞向自己走过来，陈志吓得一个哆嗦，他扔掉酒瓶，打开门就要向外面跑去。而就在此时，包厢门突然被踢开了，咣当一声，又直接将陈志撞了回来。一群纹龙画虎的人冲了进来，手里还拿着各种钢管、刀片，嚣张至极，显然都不是善茬子。你们几个可以滚了，这里我们要了。带头的家伙开口，他身材壮硕，戴着一个硕大的金项链，一副蛮横的姿态。遇到这种混混，最好的方法是不要和他们纠缠。韩雪他们也不想得罪这些人，站起来就要离开。咦，这2妞不错，你们留下来陪我唱歌。那个男人指着韩雪和晴晴说道，一副色迷迷的样子。晴晴和韩雪脸色一白，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什么人让你们来的？陈飞眉头一皱，
不过他在问这句话的时候，心中隐约已经有了答案。他来江宁市没多久，仇家不多，公司里的那几个小瘪三肯定没这个可能，剩下的估计就只有李牧等人了。哈哈，你没必要知道。领头的男人冷笑道。滚开！陈飞站在最前面，仿佛没有听到大汉的话，他比大汉还要嚣张，一脚踹了出去。大汉被踹得一个呛亮，顿时大怒，他一挥手，怒声道：他妈的，敢打老子，给我打死他！其他人，男的弄残了，女的留下来。一听到大汉的话，差一点没把陈志吓死，他赶紧说道：这位老大，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都是那家伙做的，和我没有关系啊。看到陈志的表现，韩雪他们眼中露出一丝鄙夷的神色，显然对于陈志的为人非常不耻。滚！大汉也怒了，直接一脚踹了出去，将陈志踢出老远。不过陈志又赶紧爬了过来，哀求的说道：老大，我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女孩还是处女呢，你就放过我一次吧。听到陈志的话，韩雪的脸都气白了，没有想到陈志竟然那么无耻。想到他想要追妻自己时候说的话，韩雪只感觉到恶心，幸好他从来没有答应过对方的追求。做人做到你这个地步，也算是极品了。陈飞不屑地说道。他指着大汉几人，笑眯眯地说道：你们一起上吧。陈飞的话有些粗鲁，但是在此时韩雪的眼中却比陈志有魅力多了，至少这是一个纯爷们，跟着这样的爷们才能够有安全感。好，果然够嚣张，兄弟们一起上，废了这小子！大汉怒吼一声，举起手中的钢管向陈飞的面颊砸了过去，身后7、8个小弟也冲了进来，向陈飞出手。韩雪他们发出惊呼声，退到包厢的墙角抱在一起，严波更是要拿着东西冲上去了，他看起来有些斯斯文文的样子，不过在关键时候比陈志强了不知道多少倍。陈志快意地看着眼前这一切，他觉得陈飞死定了，一个人打8、9个，他以为自己是李小龙呢。陈飞自然不是李小龙，但他是兵王，一个黑暗世界的兵王，面对几个混混，若是还打输的话，他不如直接自杀算了呢。陈飞一个侧身躲过领头人的一棍子，随后一拳轰出，快如闪电，直接轰在他的脸颊上。咔嚓一声，恐怖的力量直接将他的下巴抽碎了，一口鲜血带着洁白的牙齿喷了出来。紧接着又是一脚踹翻了一个小弟。陈飞出手，绝不留情。3下5除2，大汉和他的7、8个手下就被陈飞打倒在地上。这一幕让在场的人眼珠都快瞪出来了。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陈飞的身手竟然猛到这样一个地步。陈飞一把抓起那个带头大哥，单手将他举了起来，一脸冰冷地质问道：说谁派你们来的？那个带头大哥被陈飞眼中那恐怖的杀气差点吓尿，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人竟然如此恐怖，但是下巴被打碎了，他说话也变得十分困难，结结巴巴地说道：是李牧。不用他再说，陈飞已经知道是什么人做的了，一把将他甩了出去。滚吧，今天我不想杀人。陈飞瞪了大汉他们一眼，将他们吓得头皮发麻，那里还敢停留，赶紧爬了起来，离开了这里。陈志也跟着一起出去了，陈飞也懒得理这家伙，就随他去了。不过经过这件事情，很显然陈志彻底的得罪了韩雪他们了。没想到陈志竟然是那样的人，韩雪感叹道。秦青则是咬牙切齿，胖乎乎的小脸上满是怒色。刚才我真想打他一顿，气死我了，还是多年的老同学呢，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对我们。那家伙心术不正，幸好今天有陈飞在这里，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真的就危险了。严波也开口说道。对于陈志这个心术不正的同学，他非常有意见。对了，那些人为什么找你麻烦？韩雪担忧地看着陈飞。一点小事，不用担心。陈飞笑着说道。
反正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继续玩吧。放心，有我在这里，不会有事的。不过经过了这件事，他们也没有心思再玩了，准备回去。秦青与严波打个车离开了，至于陈飞，则是送韩雪回家。韩雪的家在一个普通的小区，9点多的时候，外面还有纳凉的人，他们都与韩雪打招呼，显然和这个女孩都极为熟悉。当看到陈飞的时候，那些人露出一丝暧昧的笑容，让韩雪面色羞红。不过韩雪并没有解释，直到他们走到一栋楼下。今天的事情真的谢谢你了。韩雪仰着小脸，望着陈飞的眼神微微有些痴迷，她像是在渴望着什么，但是陈飞却不敢肯定，所以她什么都没有做。心中闪过一抹失望，韩雪轻声说道：“你回去吧，我爸妈在家，不方便招待你。”陈飞点头，他笑着说道：“那我先回去了。”陈飞转身就走，望着陈飞的背影，恍惚间韩雪有些吃了，直到看不到陈飞的背影之后，韩雪才反应过来。不过想到陈飞的脸，韩雪还是控制不住小心肝乱跳。陈飞打了一辆车，准备回到宿舍睡觉，但是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打电话的人不是别人，竟然是吴雨嫣。这个手机号知道的人也不多，因为是陈飞今天刚刚成为助理之后，吴雨嫣随手扔给他的，现在知道这个号码的人只有韩雪和吴雨嫣。部长，找我什么事情？陈飞有些奇怪地问道。电话那边没有声音，这让陈飞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他连忙喊了几声，还是一点声音都没有。陈飞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该不是那群混蛋追了过来了吧？想到刚刚在包厢中发生的事情，李牧那人说不定真的会做出这些事情来。想到这里，他赶紧让司机调转车头，向吴雨嫣所住的地方赶了过去。来到吴雨嫣的住处，陈飞小心翼翼地上楼，几乎没有发出任何脚步声。他来到吴雨嫣的门口，门一推，竟然便开了。陈飞没有立刻进去，他耳朵动了动，除了吴雨嫣的呼吸声，房间里面没有任何动静。难道自己猜错了？当陈飞走进去之后，发现吴雨嫣躺在沙发上面，脸色惨白，似乎是生病了。在沙发旁边的地上静静地躺着一只手机，陈飞大概猜到了原因，估计是吴雨嫣在生病之后拨通了自己的号码，但是却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试了一下吴雨嫣的体温，烫得吓人，陈飞一把将吴雨嫣抱了起来，向外面跑去。吴雨嫣正在发高烧，要不及时送医院的话，很可能会有大麻烦。可是他刚刚背着吴雨嫣下了楼，来到马路边，便看到数十名地下世界的人手持各种器械，气势冲冲地冲了过来。妈的，这李牧还真够狠的，要不是老子早点赶了回来。陈飞咬牙，刚想将吴雨嫣先藏起来，但是却已经来不及了。那对狗男女在那边，上，砍了他们！兄弟们上，谁砍了那个男的，就有10万奖励。这一群刀口舔血的人一听到10万块，一个个眼睛都红了，疯狂地冲了过来。陈飞一咬牙，一拳将停靠在路边的一辆汽车玻璃砸碎，将车门打开，将吴雨嫣放进车内。原本他想开车先将她送去医院，但他没有钥匙，想要打火需要一点时间，但时间显然不够了。无奈之下，他只能将车门关上，然后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群人。来吧，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大打一场了。陈飞战意冲天，一脚将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踹翻在地，顺手抢过一根钢管，与那些人厮杀了起来。陈飞手中的钢管神出鬼没，每一棍子砸出便会响起一声惨叫，然后有个人被干翻在地。他如同猛虎下山，所向披靡，无人可挡，又如一尊石佛，驻守一方，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为了不让吴雨嫣不受到伤害，陈飞没有移动半步，让任何人都无法靠近半步。惨叫声不绝于耳，一个又一个小弟被打倒在地，眨眼间便有10余人倒在陈飞脚下，哀嚎不已。陈飞出手特别狠，
所有人都残了，没有一个例外。此时他浑身浴血，犹如一尊魔王，杀得那些人胆战心惊。